那离开了江城大酒店的乔涵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弟弟。等弟弟接电话后，他冷冷的道：“乔轩，你跟陆小姐说，如果她再来纠缠我，我就封杀她。”乔轩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大哥，陆小姐只是喜欢你，向你表白的次数多了点儿，又没有犯下大错，你犯不着封杀她吧？这小姑娘红起来很不容易，吃了不少苦头的。大哥要是封杀了她，她的星梦就结束了。小姑娘才23岁呢，年轻的很，星路还长着。乔轩被姐姐要求叫她大哥，叫习惯了，不管人前人后都大哥长大哥短的，让乔太太无奈至极。以前还会纠正一下儿子的称呼，现在都懒得再纠正了。外界的人呢，貌似都没有人知道乔太太28年前生的是一对龙凤胎，人人都以为乔太太生的是一对孪生子。乔涵打小就男扮女装，连很多与乔家交好的人都不知道乔涵是个女人。我不管她要是再来纠缠于我，我就封杀她，你最好就劝一劝她，那我就给她最后一次机会。反正你追的星多了去，少追一个也无所谓。每当有明星突然爆火，男明星也好，女明星也行，他这个弟弟都会成为粉丝的。但是热度维持不了多长时间，陆小姐算是热度维持的最长时间的了。乔轩甚至请求过姐姐代替他去剧组探班，给陆小姐撑腰去的。行，大哥，我马上打电话给陆小姐的经纪人，跟他说一声，劝陆小姐不要再出现在大哥的面前。乔涵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复后，就挂断了电话，吩咐着司机回一趟老宅。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过乔家老宅了，母亲经常念叨他只顾着工作，都不知道回家看看父母。1个多小时后吧，乔涵的专车驶进了乔家老宅，然后缓缓地在露天的停车场上停下来。数分钟后啊，乔涵下车，一下车他就发现了一辆衍生的车子停在自家的停车场上呀。那是一辆迈巴赫，他的车库里也有2辆这样的车子。说他衍生这辆车子不对，应该说是这辆车的车牌号码他不认识。在江城开着迈巴赫的人，乔涵心里有数，那些人的车牌号码乔涵也记得，唯独这辆迈巴赫的车牌号码他不知道。管家从屋里出来，看到乔涵站在那辆迈巴赫前面看着，管家小跑过来：“大少爷，你回来了呀？周叔，这辆车是谁的？”是一位贵客的，那位贵客姓战，是管城战家的3少爷。战家3少爷？乔涵的脑海里一下子就浮现了战浩宇的那张俊脸。他一家人去管城参加过苏南和沈小军的婚礼，当时他就和战浩宇同坐一张桌子吃饭。在江城，他也和战浩宇有过数次的接触，特别是战老夫人在江城住院那段时间，他经常去医院探望。每次过去都看到战浩宇在老太太的病床前照顾着，他还在心里夸赞过战浩宇那么孝顺。听说战家的小辈都很孝顺老太太的。乔涵相信那是真的。战浩宇留给乔涵的印象，除了帅气之外，还有一点让他印象最深刻，就是能说会道，跟谁都能聊得来，很容易就能让对方卸下心防，被他套到话。乔涵视战浩宇为头等防备之人，因为战浩宇的杀伤力太大，跟他接触的次数多了，很容易被他说着说着就卸下心防，丢了秘密。他女扮男装就属于秘密。战家3少爷过来做什么？乔涵蹙了蹙眉后问着周叔：“他来了多久啊？”“刚来10几分钟，我也不知道战3少爷来做什么。提了不少礼品过来，太太看到战3少爷来访，很开心，与战3少爷聊得欢。”乔涵想了想后说道：“我们家与苏家有点交情，苏家与战家关系极好，战3少爷估计是来江城出差的，顺便来拜访一下。没事了，周叔你忙去吧。”他独自进屋，那保镖们可以暂时自由活动，但不敢走远。
大少爷回老宅一般待不了多少时间的，就是看看太太又要回公司。华丽的大厅里，乔太太夫妻俩都在，除了他们夫妻俩，便是刚刚来访的战浩宇了。战逸晨和宁云初已经订婚，战浩宇和他是同时收到奶奶给的相片，他和乔涵一点进展都没有。他不急，奶奶不急，但他父母急呀。在美女妈妈的一再唠叨下，战浩宇为求清静，只得说要到江城出差，赶紧飞到了江城，避开了他美女妈妈的唠叨。但是母亲说了，他要是还原地踏步的话，他会一天24个小时给他信息，隔半个小时打电话催婚。别以为他人躲到江城就可以摆脱催婚了。战浩宇在母亲的威胁之下呢，一下飞机回到自家在江城的酒店稍作休息，连他在江城买的别墅都还没有回，那就买了礼物直奔乔家而来。拜访一下未来的丈母娘。上次他跟乔家一家4口同桌吃饭，与乔太太夫妻俩相谈甚欢，跟乔家2少爷也很聊得来，有过同桌吃饭之缘。战浩宇前来拜访就光明正大的，也不会让乔家人生出怀疑之心。乔涵刚进屋就听到了父母的笑声，战浩宇那张嘴太能说了，把他爸妈哄得笑声不断。母亲就算了，本来就笑点低，他爸是个严肃的人，也被战浩宇逗得哈哈大比。浩宇，你在江城出差的时候，有空多来看看阿姨，阿姨好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。乔太太笑着说道。她看战浩宇真的是越看越喜欢呀，这孩子太能说会道了，总能逗得他开怀大笑。跟这样的孩子相处，心情很美丽，比起他那2个孩子好太多了。儿子还好，就想到他那个大儿子，是女儿，乔太太就头痛得很。听到脚步声，乔太太望向屋门口，笑容都连起了几分。真的是想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他那个大儿子回来了。女儿扮男装的时间太长，就连他这个亲妈都习惯把女儿当成儿子了。乔涵走过来，声音淡淡的叫着爸妈，又看向战浩宇，点点头，打着招呼，战总。战浩宇负责着战氏集团旗下所有酒店，是餐饮业的老总。在战印不在场的情况下，大家都是叫他做战总的。战浩宇站起来，微笑地伸出右手，与乔涵握了握手。乔总。乔涵与他握了手后，朝他做了一个请坐的姿势。等战浩宇重新坐下来后，乔涵在母亲的身边坐下。乔太太偏头看着气宇轩昂的女儿，再看看对面的战浩宇，在心里叹口气。他女儿比战浩宇还男人，怎么现在回来？乔太太温和地问着女儿。这个时候你不是还在公司的吗？刚谈完一个项目，有点时间，就回来看看爸妈。乔涵声音低沉，有外人在场，他都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，怕被战浩宇发现自己其实是个红颜。战总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乔涵问着战浩宇。战浩宇笑着回答，今天才到的，生意上有点事需要我处理，过来出差一段时间。上次与阿姨同桌吃饭，聊得挺欢的，就登门拜访一下。浩宇，你以后只要来了江城，都来坐坐，阿姨很喜欢和你聊天。乔太太很喜欢这个年轻人。战浩宇能说会道，跟他聊天，他会很体贴对方的年龄，跟老年人聊天，他就专和对方聊以前年代的趣事。他虽不是那个年代的人，但他常听奶奶说起，知道的多，也能聊得下去，还会让老人家一副找到知音的样子，就跟乔太太这种中年大妈聊天，不管是聊儿女的人生大事，还是聊煲靓汤、做菜这种事情，他都能聊出共同的话题。乔太太习惯了女儿的沉默寡言，平时想与女儿谈谈心都谈不下去，忽然间遇到一个跟他聊得欢的年轻人，他对战浩宇生出了相见恨晚的感觉。2个人也就见了2次面，现在乔太太都把战浩宇当成熟悉的侄儿来看待，
要不是知道战家在江城有产业，战浩宇不缺地方住，乔太太都想请战浩宇住进乔家老宅呢。那样夫妻俩也能体会到被小贝陪着的日子有多幸福。那是自然的，只要我出差到江城，都会来看看乔叔和阿姨的。乔董说道，等会儿留下来吃饭，我已经吩咐厨房多烧几个菜。浩宇，你是自己开车过来的啊？乔叔还想着吃饭的时候和你干两杯呢。未来的老丈人想和他干两杯，他自然奉陪。结婚的时候会被大家灌酒，他要练酒量，为将来做准备。战浩宇的酒量其实很好的了，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喝醉的吧。我现在是住在我们家的酒店里，与你们乔氏的酒店是斜对面的。吃过饭后，若是乔总能送我回酒店，我很乐意和乔叔喝上几杯。乔涵还没有答话，他父母就替他回答了。乔董对女儿说道，阿涵，你也留在家里用过饭再走，等会儿你就送浩宇回酒店。爸很久没有和人喝过酒了，酒瘾犯了，难得跟浩宇投缘。浩宇又是远方来的客人，肯定要陪客人喝两杯的。乔还能说什么？父母都替他答应了。他有一班的保镖，可以让其中一名保镖充当他的司机，送他回酒店。那这样想着，乔涵低沉地应着，爸，没问题的，不过你别喝太多的酒，就喝几杯，不会喝太多的。就你妈看着呢，你妈也不会让我喝醉，醉了要老婆伺候吗？老婆不想伺候他，也是心疼他身体，通常是不允许他喝醉的。乔涵不说话了。由于父母要留战浩宇吃饭，本来想着回来看看父母后就走的乔涵，也只能留在家里等着吃饭。但距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着，他坐着实在无聊，也有点不自在。主要是战浩宇时不时就看他几眼，不知道自己多心了还是事实如此。乔涵总觉得战浩宇看他的眼神不同寻常。阿涵，浩宇第一次来我们家，现在还未到时间用晚饭，你带浩宇出去走走，熟悉熟悉我们家的环境。乔太太看出女儿很不耐烦了，便给女儿安排了事情，免得女儿不耐烦，连饭都不吃就走人。这明明是家，可是女儿因为工作太忙，总是把家当成酒店，回来一次吃顿饭就走了，偶尔能在家里过夜，都像个客人似的，没有那种回家的归属感。乔涵没有拒绝母亲的安排，他朝战浩宇说道，战总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战浩宇笑着起身，跟着他一起走出了主屋。出了主屋，他说他感觉乔总在自己的家里都浑身不自在似的。乔总平时并不住在家里吧？老宅离公司太远，我在公司附近买了房子，平时就住在那里，的确很少回家。战浩宇理解地道，跟我们兄弟差不多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很少会悠游山庄。不过我们是在山庄长大的，对山庄还是很有感情的。偶尔回一次山庄，就像回到了自己的主战场一样，无拘无束的，不像乔涵在自己的老宅如同做客一样，坐在沙发上给他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。乔涵默了默后说道，我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才会回老宅住上几天。乔家老宅虽不像战家的老宅那样属于一座山庄，但占地也很大，布局很好，景色亦优美呢，是非常现代化的花园别墅。战总这次出差江城，是酒店出了什么事儿吗？乔涵找着话题问着战浩宇。乔氏旗下有一家酒店与战氏的酒店是斜对面街道的，大家都是号称7星级酒店，属于江城最高级最豪华的2家酒店了。2家酒店会因为抢生意闹些小矛盾，不过不会闹得太过分，主要是2家生意都特别好。那江城是乔家的主战场，战氏呢不会太过分，乔家忌惮战氏集团，也不会对战氏的酒店动手。平时偶尔闹些小矛盾，都是底下人闹出来的，都不用惊动到酒店的高层，他们就能自己处理好。
由于这样的敌对关系，乔涵是很清楚对面酒店的，并没有听说过战氏的酒店出了问题。战浩宇笑道：“我跟乔总说实话吧，出差是假，逃避我爸妈的催婚是真。乔总应该听说我二哥订婚了的消息吧？大哥结婚，二哥订婚，我是排第3的，前面2尊挡箭牌都用不上了，所有箭头不就朝着我射了过来，我再不逃就万箭穿心了。”半晌，乔涵忍不住笑道：“没想到战总也会被催婚。战总这么优秀，追求者应该很多才对。追求者是有，也要我喜欢他们呀。我不喜欢他们，那就是他们的事，与我无关了。”战浩宇承认自己也是有很多追求者的。事实上，他们家兄弟都有很多追求者。老九还没有成年呢，在学校里也经常能收到女生写给他的情书。乔涵认同战浩宇的话，就他的追求者也很多，不过他都不喜欢他们，也无法喜欢，因为他和他们一样都是女的。她是个正常的女人，不搞百合，所以她从来不会接受那些女孩子的感情。她在回家之前呢，刚拒绝了一位明星的表白呢。战总太优秀了吧？乔涵夸了战浩宇一句，夸的也是事实。战浩宇的确很优秀，他们战家的男儿就没有不好的，个个都很优秀，都能独当一面，哪怕没有依靠着家族，他们自己创业也能撑起属于他们的蓝天。他爸就常夸战家老太太会调教儿孙，那儿孙在他老人家的调教培养下都能成才。家财万贯也要后辈优秀才能守得住，要是没有本事的，家财再多也会被败光。儿孙有本事的，祖宗没有留下太多的基业，那他们也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。乔总也很优秀呀，乔总可否有喜欢的女孩子？战浩宇问着乔涵。还没有遇到喜欢的女孩子，工作太忙，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，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谈场恋爱。虽说追求者也很多，用战总的话说，那是他们喜欢我，不是我喜欢他们，不是我的事。我不在乎家世，当然也要原生家庭好的。我很看重对方的家风，我也不在乎外貌。都说娶妻娶贤，只要不丑成猪八戒那样，我都能接受的。战浩宇在心里腹诽着，明明就是个女人，跟他谈着娶妻的话题，说得一本正经的。他扮男人扮了20几年，怕是都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呢。他面对着他，也总是把他当成男人来看待，实在无法把他和娇滴滴的美人儿联合到一起。我也和乔总一样的想法，咱们男人娶老婆就是要娶贤，不用太在乎外貌，人品好就行。我们家风也好，娶妻也很看重对方的家风。战浩宇说完后，偏头看着乔涵，说道：“乔总的家风就挺好的。乔董与乔太太是原配夫妻几十年了，乔董抵挡住外面的诱惑，并不像别人那样在外面养小三小四，养私生子女的。父母呢，对待感情和婚姻的专一钟情，也会影响到儿女啊。我们家在我太奶奶那一代开始，就立下了家规，后辈必须要忠于家庭，忠于婚姻，谁若是违背了家规，就逐出家门，断绝关系，不允许分走1分1毫的家产。听我奶奶说，我太爷爷是个风流胚子，他们那个年代的人，但凡有点家底的都3妻4妾。我太奶奶虽说是原配，却过得很委屈，为了守住自己的婚姻，维护自己儿女的利益，牺牲很多。我爷爷他们也是打小看到母亲过得委屈，心疼母亲，故而在我太爷爷去世，由我太奶奶掌家后，他老人家就立下了那条家规。我祖父辈都遵守着那条家规，没有人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的，一旦结婚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和我弟弟也会那样，以后若是结婚了，绝对忠于自己的婚姻，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。就要慎之又慎，不要冲动，要三思。战浩宇边走边欣赏着乔家院子的风景，虽不如他家油油山庄，却也很美。
占地也很大，可能是习惯了自己家园林般的美吧。战浩宇还是更喜欢自家山庄。乔总对另一半除了家风好之外，还有什么要求？我看看有没有符合条件的女孩子，介绍给乔总认识，看看我能不能拿到乔总的媒人钱。乔涵被战浩宇逗笑，他笑道：战总还是先解决你的问题吧。战总现在都被家中长辈催婚，催得跑到江城来避难了。战总还不足30岁吧，今年刚好29岁，我好像是比乔总大1岁的。我觉得咱们男人，特别是像咱们这种事业有成的男人，35岁再结婚也不晚的。但我家里的长辈就是死命的催，以前还有大哥挡着，我妈要是催我找女朋友，我可以拉大哥出来挡一挡。现在大哥有大嫂了，二哥又有了二嫂，我妈急得不行，好像我推销不出去，是滞销货一样。噗嗤，乔涵又笑了。战浩宇说话很好笑，怪不得总能逗得他父母笑声不断。乔总，你说我爸妈是不是急了点啊？咱都还没有30岁呢，年轻得很，用得着催吗？我又不是没有人要啊。只不过是没有遇到对的人而已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总要遇到那个对的人，能让我心甘情愿结束单身的女孩子才行。若是听父母的话，随便找个女人结婚，谁知道婚后能不能幸福？不幸福的话，离婚我又犯家规了。我们战家的男儿不准离婚的呢。战浩宇就一副很无奈的样子。乔涵笑道：战总说的在理，不用着急，慢慢的找。战总在管城没有找到喜欢的女孩子，在我江城这边若是遇到喜欢的，可以跟我说一声，我帮你牵红线。我倒是认识很多名门千金，只要战总愿意，我能天天帮你安排相亲，就保证相亲对象天天不同人。战浩宇说道：那我先谢谢乔总了。管城的千金小姐也就是那些人，我都见过的，并没有擦出火花来。可能我的另一半不在管城吧，换个地方，说不定就能遇到我的另一半了。乔总帮我留意一下，若是有好女孩子，就给我牵线。我在管城若是遇到好的，适合乔总的啊，也介绍给乔总。用乔总的话说，你在江城见多了你们江城的美女，换成我管城的，说不定乔总就喜欢了。说完后，战浩宇突然挨近乔涵，附在他耳边小声说道：若是乔总喜欢男人，也可以告诉我，我帮你介绍优秀的男儿给你认识，或者乔总可以考虑我。乔涵停下来，偏头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，对上他那双含笑的眸子。乔涵有一瞬间都以为战浩宇是知道他本是红妆，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可能，江城的人都不知道她是个女人呢。她女扮男装20几年，经验老道，不扒她的裤子都没有人能识穿她真正的身份。战浩宇是来过数次江城，跟她接触过多次，但接触的时间并不长，他不可能识穿她的女人身份。战总对男人感兴趣吗？你若是带个男人回家，你家中长辈也能接受。战浩宇凑得这么近，乔涵依旧淡定自若。战浩宇都在心里夸赞着他的定力好，不愧是乔氏集团的少东家呀。我对男人不感兴趣，如果我真的带个男人回家，可能长辈们一时间接受不了，时间长了还是能接受的。他们说只要我们小辈开心就好。乔涵笑了笑，你们家长辈还真的是开明。他继续往前走，边走边说道：我对同性的也不感兴趣。他只说对同性的不感兴趣，没有说对男人不感兴趣啊。我战家的长辈开明是出了名的。乔总，那就这样说定了，我们俩互相帮忙牵红线。他还当真的呀。乔涵呢也就笑笑，没有再在这个话题说下去。那战浩宇又不可能一直都留在江城，他若是问起牵红线的事，他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推掉。由乔涵陪着战浩宇在院子里闲逛了一圈后，有佣人过来说可以用晚饭了。
两个人才一起回到屋里，就乔太太看着两个人肩并着肩进来，自己的女儿无论是身高还是气场，与战浩宇不分伯仲。战浩宇不知道在跟他女儿说什么，俊脸上都是笑，而他的女儿却是板着脸，神情严肃得很，一直都没有动嘴皮子回应战浩宇。乔太太在心里叹口气，这好好的一个女儿，怎么就养成了这般？都不会聊天的，就连她这个亲妈和女儿聊天都经常把天聊死。女儿这样的性子，就该找一个嘴巴会说的男人，否则夫妻俩天天大眼瞪小眼，没有话说，家里都没有点人气。这样想着，乔太太忽然就觉得战浩宇就很符合她的选婿条件。战浩宇是战家的三少爷，负责着战氏集团的餐饮行业，能力出众，年纪与乔涵差不多，能说会道的，最是适合乔涵了。那这样想着的乔太太，看战浩宇就更加喜欢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乔太太不停地招呼着战浩宇夹菜吃，有时候还会亲自夹菜给战浩宇，连乔董都时不时地帮战浩宇夹菜。两个人呢，边吃菜边喝酒边吹牛皮。乔涵默默地吃着他的饭，看着父母对待战浩宇的好，觉得自己是捡来的，战浩宇才是父母亲生的。他父母对战浩宇的好，他也全盘接受。不过是吃了一顿饭，喝了几杯酒，乔涵就觉得战浩宇已经成了父母眼里的干儿子。那他爸甚至揽着战浩宇的肩膀，称兄道弟了。来，老弟，咱们再干一杯。乔董是喝嗨了，战浩宇酒量又好，喝得过瘾啊。乔太太斥着丈夫，浩宇比你小1倍呢，都可以当咱们的儿子了，你还叫浩宇做老弟，这称呼都不对，乱了辈分。战浩宇本想说无所谓的，想到奶奶是要他娶乔涵为妻的，他若是和未来的老丈人称兄道弟，的确乱了辈分。他笑着不说话，就由着乔太太斥责丈夫。乔董呵呵地笑道，我和浩宇真的是相见恨晚呀。浩宇，叔把你当朋友了，咱们是忘年之交，有空天天过来吃饭喝酒。好，只要乔叔有请，那我再忙也会推掉工作，过来陪着乔叔喝酒的。乔涵听得嘴角抽了抽，爸，战总工作很忙的，不像爸现在就当个甩手掌柜。乔涵说了父亲一句，就乔氏集团表面上还是他爸在管着，实际上他爸早就当起了甩手掌柜，公司里大小事情都是他打理了。爸能当甩手掌柜，那是因为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。乔董向战浩宇夸赞着自己的女儿浩宇，叔这么年轻就能退下来当个甩手掌柜，什么都不用管，乔氏集团也能蒸蒸日上。那是阿涵有本事，我这个儿子呀，顶别人10个儿子了。阿轩跟阿涵是孪生的，能力就差了点儿，不过阿轩一人也抵得上别人5个儿子了。乔董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老婆生了一对龙凤胎，2个孩子都非常优秀。虽说儿子没有女儿那样稳重，也能独当一面。若是女儿以后嫁了人，不想再打理着乔氏集团，乔轩也能接管乔氏集团。为人父母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儿女成才。乔二少爷也是很优秀的，乔叔啊，你就等着享福吧。以后乔总和乔二少爷都结婚生子了，就乔叔和阿姨只管含饴弄孙就行。听了战浩宇的话，乔董的笑容僵了僵，很快恢复常态。爸，战总今天刚过来，应该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处理的，我先送战总回去。乔涵打断了父亲和战浩宇的话题，要不是父母要求他送战浩宇，他早在吃完饭就走了。父亲当了甩手掌柜，他和弟弟肩上的担子都很重，特别是他这个乔氏集团实际当家人，多的是事情等着他去处理的，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听着父亲和战浩宇在聊家常。战浩宇30岁都不到，也能跟大叔大妈聊得那么欢。父母辈的大都是操心儿女辈的婚姻大事，他战浩宇操心谁的婚事？操心他自己的吧。也是，浩宇，你先忙，有空再过来。
咱爷俩喝几杯，或者我去找你，你会下棋吗？乔董夫妻俩亲自送着战浩宇出主屋。乔董还问战浩宇会不会下棋。战浩宇笑着自夸，乔叔，不是我自夸，我什么都会，我棋艺还很好呢。跟我大哥下棋，我大哥都会输给我。乔叔若是喜欢下棋，有空的话，我陪乔叔下几盘。好呀，好呀，你什么都会啊。那你也喜欢钓鱼的吧？叔很喜欢钓鱼啊，就是你阿姨不让我去，说我一去就是一整天都不回来。哎，乔太太悄悄地掐了丈夫的大腿一把。这乔董吃痛，然后不敢说了。乔涵就装着没有看到父母的小动作。他本想让自己的保镖充当战浩宇的司机，送着战浩宇回酒店。乔董却说道：阿涵，你让浩宇坐你的车。浩宇喝了不少的酒，爸怕他路上不舒服，没有人照顾他。乔涵知道了，他绝对是父母捡来的，对他姐弟俩，父母都没有这般的体贴关心。在父母的要求下，乔涵不得已请战浩宇上了他的专车。战浩宇的那辆迈巴赫就让乔家的保镖帮他开回战家的酒店。车子驶出了乔家老宅后，乔涵偏头看着上车后就靠着车椅背闭目养神的战浩宇。战总醉了呀？醉倒是没有醉，不过耐酒的后劲大，现在有点晕乎乎的，不过我神志还是清醒的呀。乔涵默了默后说道：我爸妈很喜欢你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我父母那么喜欢别人家的孩子。我爸把他珍藏了多年的好酒拿出来和你喝了，那酒喝的时候会觉得很好喝，但后劲很大，往往是喝的时候没感觉，之后就醉醺醺的。战浩宇睁开眼看了他2眼后，又闭上眼睛，那酒的后劲是很大。他说道：乔叔阿姨平时过得有点孤独吧？你兄弟俩天天忙着生意上的事，陪伴他们的时间少。我这个人最突出的优点就是会哄人，所以乔叔和阿姨才会这么喜欢我。乔涵笑了笑，说道：怪不得你们战士的餐饮业交给你打理后，也挤上了这业界的龙头。他那张嘴是很会哄人，做生意的人嘴巴就要能说会道，否则怎么谈生意？乔总在工作上肯定也是能说会道，侃侃而谈的，只是在生活上乔总习惯性严肃而已。乔涵不说话了，被他说中。他在工作上就跟客户谈着项目，的确能够侃侃而谈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他则属于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的沉默寡言之人，主要也是怕自己说话太多，会被别人识破他的假男人身份。乔总，我撑不住了，得睡一会儿，到了后你叫醒我。乔涵，好。战浩宇很快就睡着。乔涵扭头望着车窗外的夜景，并不想盯着战浩宇看，对着他那张俊脸很容易看走神的。乔家那边，在乔涵送着战浩宇离开后，乔太太硬拉着丈夫吹晚风，说他喝了那么多酒，吹吹晚风清醒清醒。战浩宇的酒量不错，乔董夸了一句，也不看看他是管着哪一行的呀。那战士涉及的餐饮业本来不是主要的，交给浩宇打理后，战士的餐饮业都挤上了龙头老大之位。这么优秀的小伙子，要是成了咱们家的女婿，那该多好呀。乔董叹了句，阿涵已经28岁了，还不肯恢复女儿身，又没有喜欢的人，他这是打算一辈子当个男人呢，还是光棍男人呢？乔太太说我都说了，他小时候爱扮成男儿，跟他弟当一对兄弟可以由着他。孩子们小时候都可爱，长得又像男变男女，但是长大后就不能再由着他扮男儿。你却说随他喜欢，还说他有长兄风范，他想当个哥哥就让他当哥哥。现在好了，他当了20几年的假男人，不想当回真女人了。给他买的高跟鞋他看都没有看，买的裙子被他雪藏在柜子的最底层，女孩子喜欢的他一样不用也不喜欢。要不是
我都以为我真的生了2个儿子呢。乔太太现在是头痛得很，幸好女儿会来大姨妈，发育的不算丰满，却也比太平公主稍强一点。那这些能证明她的确是生有一个女儿。咱们是改变不了她的，指望她的男人改变她吧。她若是有喜欢的男人了，就会尝试去穿女人的衣服，一点点展现女孩子的柔美的。乔董说完后又极度地道：我的宝贝女儿，为了其他男人展现她的女性柔美，我极恨那个讨我女儿欢心的男人。乔太太打击他，追求你女儿的都是漂亮的女孩子，没有一个男人呢，你女儿也没有喜欢过男人，我就没有看她对哪个男人亲近一点的。乔董，现在老天爷不是送了一个过来吗？我就很喜欢浩宇，那若是阿涵能和浩宇在一起，我死都能瞑目。战家家风也好，战家的男人都很专情，你没看到浩宇对阿涵的态度，像哥们似的，他又不知道阿涵是个女的，怎么会和阿涵在一起？相处的时间长了，说不定浩宇会喜欢阿涵呢，或者是阿涵喜欢浩宇，他只要有喜欢的人了，就愿意恢复女儿身。别担心了，我看他们俩有点戏的，看着很有夫妻相。乔太太，你还能看出他们有夫妻相了？乔董笑哈哈的，若是浩宇能成为咱们的女婿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希望阿锦给力点，把浩宇拐回来给我们当女婿。乔太太忍不住又打击着丈夫，我们家在餐饮业上一直在追赶着战士，想抢占龙头之位，他们俩万一没有成为恋人，反而成了死对头。呵呵。乔董一噎，半晌他说道，我看阿涵并没有真的针对着战士，就没有太大的利益冲突，就不会成为死对头。我们乔氏集团涉及的行业也多，战士也一样，大家都是多元化的发展，仅仅是餐饮业的竞争不至于成为对头的，就是也无法成为朋友。咱们都往好的那方面想吧，有空就请浩宇来家里吃饭，再把阿涵叫回来，让他们建立深厚的友情了。在商场上交锋，彼此都能手下留情。乔太太在心里腹诽，还想让2个人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呢。就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她觉得让2个年轻人接触多了，只会成为好哥们，是不会成为男女朋友的。除非战浩宇喜欢男人才会喜欢阿涵，还是他们做父母的错，纵容着女儿女扮男装，一扮就是20几年。江城都没有几个人知道阿涵是个女孩子，更不要说管城过来的战浩宇了。战老太太，你们别小瞧我老人家嘛，阿涵是我相中的孙媳妇呢。